你是否曾感觉自己仿佛在驾驶一具不停从你支领的身体？你的情绪像架劲爆一样响起，未经你的允许，劫持了你的平静与逻辑。你对别人的反应似乎是自动的，是一个你未经思考就执行的预先写好的防御和不信任的剧本。你结束一天是筋疲力尽，不是因为体力劳动，而是因为维持一副面具显得很好，假装一种你内心深处感觉不到的练习所付出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努力。你在会议中微笑，而你的头脑在尖叫。你同意那些侵犯你时间和精力的计划。这种不协调，这种你内心中无声的内战，是违背你自身天性而获得标志，也是你最深层痛苦的根源。你的内心存在着一种呐喊的沉默，这是你的直觉之声，你的真实自我之声被埋在一座噪音的山下，不断的痛斥挂影不属于你的默剧的压力，你想吸收绝对真理一样吸收的他人意见的洪流。你感觉自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你没有选择的角色，为一个你几乎不认识的观众表演。这种欺骗感产生一种慢性的焦虑，一种即使你被人群包围式的深刻鼓励。这是分尺的痛苦，感觉在自己的皮肤里像个陌生人，与你的原始设计，与你出生时代来单一忘记如何阅读的说明书脱节的感觉。但这种脱节并非一个判决，它是一个召唤，一个通往灵魂你向功成之旅的邀请。解决这种失调的方法不在外部，不在另一个生产力应用或有一个外部意见中，而是在内部，在于一种古老而强大的智慧。今天我将教给你一张地图，一个适用的指南，用于将你的行动与你的真实本质中心对齐。一瓶洗澡音，并请听你自己的声音。我们将探索灵魂的两大支柱，流冲4多个时间，只在从你最根本的原则中间呢。这不是一个哲学讲座，这是你回归家园回归你自身天性的旅程的开始。在我们竖起你内在堡垒的第一根支柱之前，我希望你迈出第一个实际的步骤。这不仅仅是一个视频，它是一个训练场。你的积极参与是将信息转化为变革的关键。如果这条信息已经与你内心感受到的真相产生共鸣，轻赞是你的初步承诺。留下你的点赞来丰盈你的意图。订阅频道，加入一个有像你一样寻求自我对齐的个体组成的社区，并且作为你定位的第一个行动，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段路程。知道你来自哪里，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寻求我们本质天性的探索的全球范围。将作为我们工具的哲学是4多个注意，但请忘记那些被宋朝尘封格言的长胡子老人的形象，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更有用的方式来思考它，把4多个主义看作一种心智技术，一个被遗忘但可以重新安装的人类灵魂的操作系统。这是对你自己存在的你向工程时间。我们不是增加更多层次的复杂性，更多的应用程序，更多的外部习惯，而是要移除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我们将卸在社会、文化和恐惧围巾你允许安装的心理程序，以便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主流在你内心的源代码，一个为清晰、人性和平静而设计的代码。这项技术的核心原则被封装在一个强有力的短语中，顺应自然而活。你理解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这不是一个要求你放弃你的生活、卖掉你的财产、搬到森林里的护序，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护序，通过从你与生俱来的说明书出发来操作，从而住在你的环境，无论它是什么。而你的天性，你作为人类的基本设计是什么？它建立在2个主干支柱上。第一，理性，你运用逻辑、清晰思维和判断力来导航生活的能力。第二，社交型，你合作、贡献，并在一个社区内繁荣的本能和责任。你被设计成一个理性的堡垒和一座连接的桥梁。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也许是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他的个人日记中写的：
不是关于政府和荣耀，而是关于顺应这种天性而获得日常斗争。他不断提醒自己，他的理性是引导他穿越政治和战争风暴的多，是他的统治能力。他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人，他是蜂巢的一部分，对蜂巢不好的东西，对蜜蜂也不可能好。这种古老的智慧是我们的猫，它向我们展示，个人力量和集体贡献不是对立的，而是人类卓越的统一，每硬币的两面。现在，让我们学习如何实践这一点。第一个实践，你内在堡垒的基石，在概念上最简单，在效果上最具革命性，它是神圣暂停的练习。这是在世界跑给你的任何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插入一个有意识的沉默空间的行为。有人在交通中侮辱你，刺激；你的老板发来一封被动攻击性的电子邮件，刺激；你的身体感到一阵莫名的焦虑，刺激。从今天起，你将不再立即反应，不再允许轰发起引爆自动回应，而是创造一个纯粹且为受轰动的暂停时刻。这个空间，无论多么微小，正是你的自由所在。但要理解为什么这如此困难。你的心智在这一刻不想暂停，它经过多年无意识的时间，被条件化为立即反应。刺激和回应之间的神经通路是一条铺好的高速公路，宽阔且没有收费站。某犯产生愤怒，批评产生防御，不确定性产生恐惧。这是一种原始的生存机制，在现代世界已成为一种自我破坏的机制。与此抗争，就是与你反应性心智最根本的习惯抗争。这是向你自己的自动变成选战，这是一场需要你一天中每时每刻都有凶猛的记录和坚定不移的意图的战斗。让我们使用我们的核心比喻，你的心智是一座城堡，一个外部刺激、批评、侮辱、晋级统治是到达你城门的心事。未经训练的反应性心智会立即敞开大门，允许心事，无论他是梦游还是伪装的敌人，侵入中央演唱，并在你的公民及你的情绪中煽动混乱。神圣暂停的练习是训练你城门收尾的行为。守卫，也就是你的意识，不会打开城门，他登上了网塔，观察外面的心事，在那个观察的空间里发生了什么。当心事等待时，守卫做什么？首先，它是别方客的性质。他自问：这到底是什么？是事实还是意见？是对我城堡的真正威胁，还是仅仅是短暂的噪音？它在我的控制之下还是之外？通过提出这些问题，你不再与时间融合，你已经与它分驰。你创造了一个巨器，让你最强大的官能——激励性得以登场，并开始像一位将军观察地图一样清晰地分析情况，而不是像一个在尘土和呐喊中的士兵。在这个暂停中，你呼吸，仅仅1秒钟的有意识呼吸就足以切断反应性的回路。在这1秒钟里，开始涌入你系统的皮质醇开始退却，从你的前额叶皮层，你理性的所在地，流失的血液开始回流。你实际上是在把思考的力量换给自己。你拒绝被你的原始生物学所统治。你正在神明指挥城堡的，不是外来的侵略者，也不是内心恐慌的公民，而是从他定观察一切的主权领袖。这种时间超越了社交互动，感到突然想拖延、暂停、观察这个欲望，它来自哪里？它是图避免什么样的卜卦？感到无缘无故地想拿起手机，暂停，问：我在寻找什么？我无聊吗？焦虑吗？每一个冲动，每一个情绪，每一个自动的想法，都是城门口的心事。每一次暂停，都是一次主权行为。这是你时时刻刻夺回自己心智的宝座，拒绝成为你自己化学反应和具有条件反射的归类。这一点的好处是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力量。通过掌握暂停，你不再是风中的一片蝎子，被每一阵环境的微风吹走，而是成为根深蒂固的树。你不再反应，你回应，而回应是深思熟虑的，
是选择的，是与你的价值观和目标对齐的。回应来自一个力量和清晰的地方，而反应则来自一个恐惧和困惑的地方。你周围的人会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平静，你的稳定。他们将不再是你为一个可以轻易被妓女的人，你成为你内在城堡的智慧观。你决定水进来和事进来，以及如何被接待。你会发现，大多数心事都可以被简单的忽略，它们只是噪音，没有根据的意见，不属于你的喜剧。通过有意识地选择你的回应，你保存了你最宝贵的能量，你的心智平静。这种平静成为你建立你所有其他美的生活的基础。暂停不是被动，它是最高形式的战略行动。加强理性支柱的第二个时间是将心理噪音转化为结构化思想。你为此的工具不会是一个应用程序或一个小工具，而是人类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技术之一——日记。但让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日记。它不是关于你一天中时间的亲爱的日记式的记录，像是多个派那样思考它。日记是你理性的一面镜子，一个用于解剖你的思想和情绪的手术工具，将焦虑的密雾转化为可以面对和解决的具体问题。这是将混乱外化一边能够智慧它的行为。这里的内心冲突是相信思考只发生在你的头脑里，你的心智任其自流，不会以线性或逻辑的方式思考，它会反复思考，它会进入循环，它会在难化。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世界末日的怪物，因为没有明确的轮廓，没有界限。纯粹的内部思考就像试图抓着烟雾，它是重复的，令人疲惫的，并且几乎总是无效的。自然的倾向是淹没在这个漩涡中，相信更多的思考问题会解决它，而实际上你只是在你的大脑中加深了同样的焦虑构造。写作是对此的解毒剂。当你拿起一支笔和一张纸，你强迫你的心智去做它讨厌做的事情，变得清晰。你不能像你在圈子里思考那样在圈子里写作。一个句子的结构本身就需要一个助语、一个动词、一个宾语，它需要一个逻辑的进展。把你焦虑的想法想象成一个完全缠结的毛线球，当它在你的头脑里时，它只是一团混乱无用的东西。写作的行为就是拿起那根线的一头，并开始耐心地拉它，解开这个结。你写什么？你在之上问自己，就像一个治疗师会做的那样，究竟是什么在困扰我？最屁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如果它发生了，我将如何应对？情况的客观事实是什么？与我的情绪化解释分开。这里有什么是在我的控制之下的？下一步，无论多么微小，我可以采取的是什么？通过这样做，抽象和瘫痪的焦虑变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挑战。那个无定性的怪物有了一张脸，一旦你能看到你敌人的脸，你就可以开始与他战斗。这种时间是你理性的物质化，这是你反应性和情绪化的自我，与你逻辑和智慧的自我，即马克·奥勒留所说的多之间的一次正式对话。你允许恐慌的自我先说，把所有的恐惧、愤怒和困惑毫无评判地倾倒在之上，让它完全清空自己。然后，你作为你城堡的领袖，拿起笔，用清晰、逻辑和视角来回应这股情绪的洪流。你成为你自己的导师，你每天都训练自己掌握清晰思考的艺术。日记成为神圣暂停联系的训练场。在回应一封电子邮件之前，你可以在日记中草拟你的情绪化回应，然后用理性写下你真正会发送的回应。在一次困难的对话之前，你可以规划你的要点，预见反应并加强你的决心。它成为你的战略顾问，一个不评判的知己和一个总是指向清晰的工具。你正在用结构化思想的砖块建造你城堡的墙壁，使其不受反复思考的混乱的侵袭。结论是你停止成为你自己思想的受害者。你意识到走出你焦虑迷宫的地图一直都在你身边，等待着被画出来。日记不是过去的档案，
它是设计未来的工具，一个你不再被模糊的情绪所统治，而是被清晰的判断所引导的未来。通过把你的思想放在纸上，你看到了他们的本来面目，短暂的精神时间，而不是绝对的真理。你在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创造了一个分池，而在这个分池中驻留着你的力量。你获得了无声的自制力，你学会识别你破坏型的思维模式，并有意识地终结它们。每天5到10分钟的专注写作，比书消失的被动但有对你的精神平静更有帮助。你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更有序、更有韧性、更智慧的心智。你正在成为你自己内在状态的建筑师，用写作作为你的蓝图和你的砂浆。巩固你理性堡垒的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在其规模上也许是最宏伟的，这是一个4多个拍时间的精神联系，用以消灭自我和琐碎的保证。这是他们称之为从上方的视角的时间，或 subspecies eternitatis， 意为从永恒的视角下。这是将你的心智从你直接的情况、你的问题和你自己中缩小，从一只鹰的一颗卫星的宇宙本身的视角来观察你的生活的能力。这个时间所解决的根本冲突，是我们完全沉浸于我们自己戏剧中的自然倾向。我们的自我说服我们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我们所受的谋犯具有历史重要性，我们的焦虑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在一个水杯里淹死，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那个水杯是一个海洋。这种隧道也是巨大情绪反应的来源，它放大了每一个小挫折的意义，将障碍变成灾难，将不尊重变成宣战。那么其实如何实践呢？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你的意识开始向上漂浮，吃开你的身体。你看到自己坐在哪里，带着你当前的右路继续上升，看到你在的房间，然后是正栋建筑，升得更高，看到你的社区、你的城市像一张或地图一样在你下方展开，有数百万其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戏剧，欢乐和痛苦。每个人在那个确切的时刻都感觉自己是自己故事的中心，就像你一样，继续缩小，看到你的国家、你大陆的轮廓，看到海洋、云层以雄伟的模式移动。现在看到地球，像宇航员第一次看到它那样看它，一个蓝色和白色的球体，脆弱而沉默，悬浮在无限黑暗的太空中，没有可见的边界，没有你特定问题的迹象。全人类的噪音，所有的战争，所有的交响乐，所有的爱与恨的宣言，都发生在这个小而孤独的球体上。现在走得更远，把太阳系抛在身后，看到太阳变成我们银河系中数11颗恒星中的有一颗，然后看到银河系本身在客观测宇宙中数千亿个其他星系中变成仅仅一个光点。想象在你之前6世的浩瀚时间，宇宙存在的138亿年，想象地球的地质时代，帝国的兴衰化为尘土。想象在你之前生活相爱和死去的无数代人类，在那个视角下停留片刻。从这个宇宙的视角看，你今天所受的冒犯在哪里？你对明天会议的焦虑在哪里？你对他人意见的恐惧在哪里？他们没有消失，但他们一起真实的尺度被看到了。他们是无限一天中的一眨眼，是宇宙沙滩上的一粒尘埃。他们的 A 摇型几分钟前看起来如此压倒性和绝对，被还原到其真实的大小。它是存在至今中的一个微小时间。这个时间的力量不是为了让你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感到无足轻重，相反，它是为了将你从你自己自我重要性的监狱中解放出来。它是为了溶解那些模糊你判断的情感紧迫性。当你将意识返回到你的身体、你的房间时，问题可能仍然在那里，但它所承载的情感符合已被中和。你以冷静、理性和视角处理它的能力已经恢复。这个联系的结论是获得一种战略性的注进。你对生活的琐事产生了一种情感免疫力，小的挑衅、日常的烦恼、
公众与逼的波动，失去了动摇你的力量。你开始理解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将信号与噪音分开。你意识到，把你宝贵的精神能量投入到琐碎的怨恨或夸大的担忧中，是对你资源的糟糕投资。通过定期时间从上方的视角，你将你的身份锚定在比你的自我大得多的东西上。你成为，正如4多个牌所渴望的，一个真正的宇宙公民。你的平静不再依赖于直接环境的顺利，你的平静来自对你在整体中位置的深刻理解。而有了这种平静，有了这个现在已经完整的理性堡垒，你准备好转向外部世界，不是带着恐惧，而是带着目的。一个简短的消息，你刚刚竖起了你灵魂的第一根蜘蛛，理性的堡垒。你到目前为止所学的已经足以改变你与自己思想互动的方式，但这只是旅程的一半。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成为自己建筑师的人，我们创建了一个名为4多个精通的特别播放列表，它包含其他深入探讨这些工具的视频，把它看作是高级训练的下一步。在这里结束后，点击描述中的连接，继续加强你的城堡。现在，让我们建造第2根支柱。随着你内在城堡的墙壁坚固，你理性的瞭望它全面运作，我们准备好建造第2根支柱——社交的桥梁。因为没有桥梁的城堡是一座监狱，没有人类联系的理性可能导致孤立和傲慢。建造这座桥梁的第1个时间是由4多个哲学家希洛克勒斯给我们的，这是通心圆的时间，一个强大的精神联系，用以从根本上扩展你对他人、责任和联系的感觉。希洛克勒斯想要解决的内心冲突是人性最深刻和最危险的倾向之一——部落主义。我们天生被变成为强烈的关心我们最亲密的圈子，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们的我们。所有在这个小圈子之外的人，默认情况下都是他们。而对于他们，我们最好是感到冷漠，最屁是感到不信任或敌意。这种分裂是偏见、冲突和对人类其余部分深刻疏持感的根源。这是4多个牌试图纠正的一个变成缺陷。想象一系列的圆圈，一个套一个，在绝对的中心是你自己的我，你的心智和身体。下一个圆圈包含你知悉的家庭成员，接下来的圆圈你较远的亲戚，然后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城市的公民，然后是你国家的公民。最外层的圆圈包含所有其他圆圈，包含全人类。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关心程度，随着圆圈持中心越远而急剧下降。我们极度关心第1个圆圈，而对最后一个圆圈几乎毫不在意。根据希洛克勒斯的说法，4多个的时间是可以且持续的努力将外圈拉向中心。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你对待进圈同样的关怀和责任赶来对待圆圈的人。这在实践中如何做？从一个精神练习开始。当遇到一个陌生人时，告诉自己，他是一个通报公民，他是一个人，像我一样。当读到遥远国家的一场悲剧时，努力去感受那种练习，把他们像城市人类大家庭的远亲。这并非关乎一种模糊耳朵抽伤感的普世之爱的情感，它关乎一种理性的责任。这是认识到你的天性，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是社交的。你的复制与风潮的复制紧密相连，因此，为共同利益而行动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开明的利己行为。你开始不把每个人看作陌生人，而是看作你扩展团队及人类团队的意愿。这种心智上的中心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你可以用具体的方式实践这一点。与店员互动时，不把它看作一个功能，而是看作你通报公民圈子里的一个人，值得尊重和尊严。当有人在交通中插队时，与其像那个白痴，不如是着想，就像马克·奥勒留强迫自己做的那样，他是我的亲戚，也许不了解他的责任，但仍然是我的亲戚。这是一项高级训练，这很困难，你的部落心只会抗拒，但每一次成功的尝试都会拓宽你的身份感。这个事件的结论
是你对自己是谁的信念的深刻转变。你不再仅仅认同你小小的自我、你的家庭或你的国家，而是开始将自己视为你本质上真正所是，一个宇宙公民。这种扩展的身份是巨大力量和目的的源泉，它将你从对他人琐碎的恐惧和不信任中解放出来。你意识到，在一个根本的层面上，我们都在一起共享这个小小的星球。获得的力量是矛盾的。通过扩展你对他人的责任感，你加强了自己，你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一个建造桥梁而不是墙壁的人。你在第一次注重获得的平静和理性，现在有了一个更大的目的：服务与共同的利益。一圈有一圈，你停止问世界能给我什么，并开始问我以我的理性和我的美德能给世界什么。而在那个问题中，你找到了任何自私的追求永远无法提供的意义。随着你作为宇宙公民的扩展身份，下一个时间为我们每次穿过我们城堡的桥梁与他人互动是提供了一条参与规则。它是美的互动的规则。它包括通过一个单一的镜头，以一个双重问题的形式来评估每一次社交接触，从最琐碎到最重要的。这次互动是否让我成为一个更好、更智慧、更优美的人？我是否让对方变得更好、更智慧、更优美的？如果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你应该认真质疑那次互动的目的。这条规则所解决的冲突，是我们无意识地在社交生活中现光的倾向。我们处于习惯、无聊、寻求认可、八卦，或仅仅为了消磨时间而进行对话和建立关系。我们很少停下来问互动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我们的许多对话让我们感到更空虚、更焦虑或更愤世嫉俗。它们耗尽我们的能量，而不是建立我们。它们是噪音的交易，而不是价值的交换。让我们应用这条规则。想象你正要与一位以负面情绪和爱抱怨而闻名的同事交谈。在开始之前，你问自己：这会让我变得更好吗？可能不会。我能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也许，如果你能巧妙地改变对话的基调，引入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视角，或者只是提供一个平静的倾听，而不被负面情绪所影响。如果你相信你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次互动就有一个美德的目的。如果不能，也许最好的做法是礼貌但简短。想象你的友谊。塞涅卡曾说，我们应该极其谨慎地选择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变成了我们与之共度时光的人的平均值。一个优美的朋友是挑战你变得更好的人，支持你冲高抱负的人，并且不害怕以温和的方式指出你的缺点，以帮助你的人。与这样的朋友的互动显然通过了测试。但是，那些纯粹基于八卦或让你感到疲惫和后悔的派对的友谊呢？那种互动在让你变得更好吗？这条规则不是呼吁你成为一个道德说教者或放弃所有不是完美哲学家的朋友。它是一个对以相信的呼吁。它是关于提升你联系的质量。即使在一次随意的谈话中，你也可以渴望成为一个让人们感觉好一点、被多倾听一点、更平静一点的存在。你可以选择提问，而不是给出意见。你可以选择倾听，而不是等待轮到你说话。这些都是使互动更具美的方式。内在的城堡在这里帮助我们。你的平静和你的理性是你带给每次互动的礼物。你不再需要别人的认可，所以你可以不带绝望的互动。你不容易被妓女，所以你可以有压力处理困难的对话。你的社交之桥成为美德的双向通道。你寻求滋养你的互动，并努力为他人提供滋养。你停止参与那些相当于精神上吃垃圾食品的对话。应用这条规则需要勇气。它需要对那些对你的成长无益的邀请说不。它需要远离那些在负面情绪中茁壮成长的群体。它又是需要进行艰难的对话来重新定义一段关系的条款。但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反应并加强你想要成为的人的社交圈。你开始在你的自我发展之路中
建立一个盟友社区，而不是一群分心的事物。结论是你成为你社交环境的策展人，并在其中成为一个提升的代理人。你的社交生活不再是压力和能量消耗的来源，而成为力量、学习和共同目标的来源。你明白，你说的每一句话和你参与的每一次对话，要么是在为世界变得更好而建设，要么是在为其噪音和尚做出贡献。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建设者，你由此获得的力量是巨大的。对的人被吸引到你的轨道上，那些真实、深度、政治和共同成长的人；错的人，那些在戏剧和付钱中茁壮成长的人，自然会远驰。你的存在成为一个无声的灯塔，你成为别人知道可以与之进行真实对话的人。你在你的风潮中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成为有意向和美的互动的活生生的例子。最后的时间，以一种机器使用和日常的方式，将理性和社交性这两大支柱结合起来。它将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转化为追求卓越的机会。这是将你的每一个社会角色、职业认识、父亲、母亲、朋友、儿子、邻居，不看作负担或义务，而是看作你个人美德的训练场。你的办公室不仅仅是赚钱的地方，它是你练习勤奋和正直的道场。你的家不仅仅是休息的地方，它是你训练耐心和仁慈的竞技场。这里的冲突是深刻而普遍的。我们经常将我们的角色和责任视为我们幸福的障碍。我们抱怨我们的工作，我们怨恨家庭义务，我们感到被我们的责任所压倒。我们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二分法，介于真实生活，我们为乐趣所做的事，和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做的事之间。这种分裂产生了一种持续的摩擦，一种我们总被拉向相反方向的感觉，并阻止我们在我们日常存在的至今中找到意义和目的。伟大的4多个哲学家艾比克泰的曾是一个努力，教给我们关于此最有力的教训。他说，我们不选择我们的角色，就像演员不选择剧作家给他的角色一样。我们的任务，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尽我们所能的扮演好被赋予的角色。如果被赋予了父亲的角色，你的训练常是无限的耐心和无条件的爱；如果被赋予了员工的角色，你的经济常是诚实、合作和记忆的卓越。像一个你目前认为特别有压力的角色，也许是照顾一位年迈的亲戚或处理工作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自然的倾向是将其视为一个负担。4多个的时间是完全重新框架这一点。这个挑战不是你路上的障碍，它就是路。这是宇宙为你提供一个完美标准的哑铃，以加强你需发展的某个特定美的肌肉。角色的难度与你的成长千里成正比。这种中心框架改变了一切。你不再问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开始问我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以卓越的方式处理这件事。问题从一个被动的抱怨转变为对美德的主动追求。难相处的同事成为你练习耐心和战略沟通的机会。堵塞的交通成为你神圣暂停的健身房。整理财务的需求成为你清晰和逻辑的训练场。你停止等待生活变得容易，以便你最终可以快乐或优美的。你意识到，美德的经济场恰恰在于困难中，在于摩擦中，在于日常生活的责任中。每一次互动，每一项人物，每一个挑战，都成为你品格训练中的一次重复。你的整个生活变成了一个大的道场。你想成为谁和你必须做什么之间不再有分歧。你的行动成为你价值观的体现。内在的城堡和社交之桥在这里完美和谐的工作。你的理性是让你分析角色，理解他需要和充美的并制定时间策略的东西。你的社交心是时间发生的领域本身。在你与角色中设计的其他人的互动中，你成为一个不仅设计了美丽的堡垒和坚固的桥梁，而且现在利用这个结构，以一种有目的和有效的方式与世界接触的建筑师。这个最终实践的结论是完全的整合，
这是你内心内战的结束，分吃的感觉消失了，因为你的日常行动成为你最深层原则的直接反应，目的不再是你需要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找到的东西，在未来的职业生涯或已过旅行中，目的在这里和现在被解释，在你如何扮演生活已经赋予你的角色中。你获得的力量是来自统一生活的自给自足和和平，你变得不可动摇，因为你的自尊不再依赖于外部结果，如瞻仰或晋升，而是依赖于你自己在任何情况下依美的形式的努力。你在平凡中找到高贵，你成为你自己生活中的英雄，不是通过完成世界和菜的伟大壮举，而是通过以一种无声和不可动摇的卓越来扮演你的日常角色。这就是顺应自然而获的本质。你已经到达了这张地图的尽头。你开始这段路程时，感觉自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陌生人，一个驾驶照不听从你支领的身体的飞行员，一个在不属于他的舞台上精疲力尽的演员。你是一个支持破碎的人，被外部的噪音和内部的风暴所统治。现在你的手中掌握着你内在城堡的蓝图，你拥有竖起你灵魂两大支柱的工具，你理性的不可动摇的堡垒和你社交的坚固桥梁。关闭混乱之门并医美的和目的与世界接触的力量不再在你之外，它已被受贿，它在于你暂停、反思、清晰看待和一责任行动的能力。你就是建筑师。然而顺应你的天性而获得旅程是于一个宣言，一个有意识的第一步，一个向你自己而不是向我们发出改变已经开始信号的承诺行为。因此现在我邀请你立下你个人的誓言，去评论，去写下我的天性是我的向导。不要把这看作一个简单的评论，而看作你在你新生活基础上铺下的第一块砖。这是你有意识对其的第一个行动。如果这个指南对你有用，请留下你的点赞，以便其他人能找到它，并订阅以继续接受地图和工具。假如其他像你一样正在中间他们内在城堡的人。最后，如果你听了每一个字，如果你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段路程的每一步，直到这一刻，我希望你再做一件事，也评论一下，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社区信号，向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展示，他们在这场探索中并不孤单。这是你承诺的见证。如果这条信息在你心中引起了共鸣，请分享这个视频。想一想，你生活中可能也感到在噪音中迷失的人。通过分享，你不仅仅是发送一个连结，你是在延伸你城堡的桥梁，为另一个人提供一张地图，让他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医美的形式，成为那股稳定的力量。你的时间从现在开始。